女朋友演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，回家看看。他将扮演一位从外地归来的孩子，在父母家度过一夜。通关后，你将获得奖金25万。不是回个家能有多凶啊？奖金这么高吗？老八从一辆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，身上只背着一个双肩包，时间是半夜11点整。大街上很远才有一个微弱的路灯，辛苦地硬撑着，仿佛随时都会熄灭。而面前的这条路上，别说汽车，就连人影都没有一个。哦，不是直接出现在家呀？那你先看看记忆里头有没有家的位置啊？老八拍了一下脑袋，记忆里的确有家的位置，但只有家的位置，其他一切关于父母和自身的记忆都没有。规则也没有啊？规则有。规则1，请尽快回到家和父母团聚，他们很需要你。规则2，你的父亲是医疗器械公司的小领导，母亲是医院的护士长，他们都没有爱心。规则3，你必须满足父母的所有要求，否则的话，母亲的情绪会很不稳定。就这规则3，一眼看上去我觉在家不回也罢，但是有规则1，所以还是得回。不过这个规则2有点奇怪呀，俩人都没有爱心，那父亲的职业倒没啥，当个器械公司的小领导也不需要啥爱心，说不定就是靠你妈的关占你母亲的人际关系的光当上的这个领导。但是你母亲这个职业呢，没有爱心的话，那指定是干不了。如果他也是靠关系的话，那规则里没有给出相应的线索，所以这个可能应该是排除。老八说，那是不是就说明红字是坏的呢？如果红字是坏的，那这句话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可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，如果红字是坏的，那规则3是咋回事啊？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，他能当护士长吗？街上的风越来越凉，老八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他越走越是害怕，因为街上不仅没有人，就连两边的店铺都没有一家开着。可就在他走到一条街的拐角时，前方的垃圾桶处一个黑影突然动了一下，那似乎是个人影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他如果在你的正前方，那你就上马路对过走。老八停下愣了片刻，快步走向了马路对过。那身影没有动，老八这才继续往前走。不过老八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，在走到与那人平行的位置时，借着对面路灯的微弱灯光，老八朝那人影看了过去。那似乎是一个身材佝偻的老太太，正在垃圾桶里捡东西，身上披着脏兮兮的破棉袄，蓬头垢面。但随着老八的观察，他捡东西的手慢慢停在了半空，似是感受到了老八的目光一样，他循着目光看了过来。而看到正脸时，老八吓得当时身子一僵。只见这老太太的脸上，眼睛是圆的，耳朵是圆的，就连鼻子似乎都是圆的，而且她还是一张圆脸。狗东西，你咋这么欠儿呢？你瞅他干啥呀？没事儿，你赶紧走啊！但是你也别跑，你自然一点。老八强忍着恐惧收回目光，挪动着僵硬的双腿继续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用余光回望，发现那老太太还呆在原地，他这才放下心来。但拐过这条街后，他忽然听到身后出现了动静，回身看去，血都凉了。只见那老太太提着一个麻袋跟了上来，她的腿虽然很短，但是速度却非常快，此时已经到了老八的身后2米左右。不是，这玩意儿没出现在规则里头，他追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照他这个速度啊，你跑可能也跑不了，你就正常走。他要是敢动手，你就跟他拼一把，我就不信了，你连个老太太都赢不了。老八强忍住拔腿就跑的冲动，继续正常的走，而老太太已经来到了老八的左后方，速度与老八一致，几乎是贴身而行。她的脸甚至就在老八的胸口位置。好在老八此时记忆当中的家非常近了，老八再也受不了这种恐惧，请求快速逃离。他妈也不动个手，就这么贴着，的确是有点受不了。你想跑就跑吧，但是既然跑你就给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来，跑出个风采来。你话还没说完，老八就已经狂风般的消失在了原地。那老太太在原地愣了2秒，这才继续追赶。老八火速进了父母家单元楼的楼道口，看了一眼身后没人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父母家在4楼，老八爬到了2楼，急速奔跑的后遗症便显现了出来。他的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，需要休息片刻。他从楼道
道的窗子向外随意看了一眼，顿时看到了永生难忘的画面。只见那老太太不知何时追到了楼道口前方的位置，似乎是失去了目标，她非常愤怒，开始一边耸动着鼻子，一边四处乱窜。她一窜竟有2-3米远，矫健的不似人类，口中发出野兽低吼的怪声。突然，他鼻子嗅到了老八的味道，朝着楼道口方向看来，一眼便看到了2楼的老八。愣了2秒之后，他化作一道黑影，朝着楼道口窜了过来。你朋友演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，回家请帮他生存下来。来个前情提要吧。Previously， 老八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五官都是圆形的奇怪老太太，并被她一路尾随。老八加速跑到了父母家的楼道，却看见老太太露出了恐怖的一面，如同怪物般的四处寻找自己。他发现自己在2楼，便加速的冲了过来。你不跑等啥呢？让他逮着还不给你烧了呀？老八肾上腺素飙升，2步就窜上了一层，眨眼间到了4楼，疯狂地敲砸着房门。他从楼梯的间隙向下看去，万幸的是这老太太似乎并不会爬楼梯，她只能利用楼梯扶手和墙壁向楼上移动，口中不断发出焦急的怒吼，吼声回荡在楼道里，听上去异常刺耳。房门打开，老八瞬间冲了进去，第一时间反锁上了房门。回过身，老八看到了满脸惊讶的父母，父亲文质彬彬，母亲温柔大方，他们看上去似乎都是好人。见到老八神色慌张，父亲忙问发生了什么。等会儿，你先别告诉他哦，你就说刚才有狗追你，你撒个谎，你说你吓着了，但是你注意听着点外边的动静。老八支支吾吾地说有狗在追自己，父母这才释然，上前拉着老八嘘寒问暖了一番，让他坐到了沙发上。老八努力地听着门外的动静，那老太太的低吼声明明已经到了门口，但短暂停滞之后，却响起了一阵仓皇逃窜的声音。慌乱磕碰墙壁和楼梯扶手的动静显得有些狼狈，有点意思哦。老八将背包放在沙发上，观察起了屋内的摆设。客厅正中是个家庭影院，家里的鞋架衣物都摆放得异常整齐。母亲在厨房准备饭菜，父亲则是一边询问着老八的学业，一边不停地扫地，尽管地面看起来一尘不染。而老八在茶几上发现了3条规则：规则4，请不要在家中用餐，如果迫不得已，一定要多吃肉，一定要多吃粉丝。规则5，不要试图窥探父母的秘密，除非你想害死他们。规则6，今天你就在家里休息，请务必收拾好自己的房间，尤其是床底下。多吃粉丝，多吃肉。如果他这个粉丝指的是正经的粉丝的话，那指定是选这个。一般怪谈里的肉都没啥好肉。但是这个规则5，先不管红字好坏啊，父母肯定是都有点秘密。时间紧迫，你最好起来溜达溜达，争取在吃饭之前再给我找点线索。老八打算去自己的房间转转，刚刚起身，却突然发现餐桌下面蹲着2只猫，一黑一花，品种也不同，正蹲在一起直勾勾地看着老八。家里有猫还2只。规则2红字说的是没有爱心，那没有爱心的人能养猫吗？而且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好像猫这个玩意儿眼睛跟脸也都挺圆的吧。老八正盯着2只猫观察的时候，这2只猫却像是触电般的转身逃窜了。老八疑惑的转身，发现自己的父亲正愣在原地，盯着刚才猫的方向。见老八看向他，他微微一笑，让老八不用害怕，这2只猫很温顺的。老八敷衍的一笑，说要把背包放进卧室，便借机走了进去。他打开灯看了看，卧室里东西有点多，但却井然有序，十分温馨。规则6没有红字，但为什么提示尤其是床底下呢？你瞅一眼床下，看看咋回事。床并不高，老八放下了背包，跪到地上，脸贴着地面，看向床下。这一看，老八的身子猛地僵住。只见床下有一张脸，那是一个和自己姿势相同的人，正瞪圆了眼睛看着自己，脸上带着微笑，正是自己的父亲。是客厅的父亲，他不知道何时跟进了卧室，并走到了床的对面，跟自己做了同样的动作。老八强装镇定地问父亲怎么进来了，同时站起了身。父亲也一样起身，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微笑，说他想让老八陪他唱一首歌，他在客厅已经准备好了。去吧，没事儿，有规则3在，你现在必须得听他们俩的，而且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老八跟着父亲进了客厅，同时他向你反馈
馈到床下很是空旷，而且异常的干净，除了一些猫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就算是躺下2个人都很宽裕。来到客厅，父亲果然已经打开了家庭影音，备好了话筒，他似乎很喜欢唱歌，热情地将话筒递给了老爸一只。这期间母亲还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看2人，露出了无奈且温馨的笑容。你找找那2只猫，看它们现在在哪呢？老爸四下寻找，那2只猫不知何时已经藏到了卧室门口，远远地看着这里。此时歌曲已经开始了，老爸只好先陪着父亲唱起了歌。2人合唱了一首《自由飞翔》，父亲唱得非常烂。很快他们进行到了第2首歌曲，是一首羽泉的《奔跑》。歌曲刚开始，母亲突然从厨房向父亲招手，似乎是想让他帮忙拿什么东西。父亲放下麦克风，随口嘱咐老爸自己先唱。因为有规则3的存在，老爸只好听话独唱起来。可就在歌曲进行到一句歌词的时候，却突然卡住了，卡在了频繁重复的某个字上。女朋友演老爸穿越到了怪谈场景，回家请帮他活下来。Previously， 老爸回到家后，父亲的行为有些异常。母亲在厨房做饭，老爸被父亲邀请一起唱歌，但在唱到一句歌词的时候，电视却突然卡住了。老爸吓得愣在原地，片刻之后他回过神来，想要去修一下电视，却突然发现那只黑色的猫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电视的下方，正用一只爪子搭在电视的线上。就是它，猫指定是好的啊，但是你现在绝对不能表现出对猫有好感，你得假装讨厌它们。老爸咽了咽口水，大声呵斥了黑猫一声，黑猫吓得慌忙逃窜，电视这才恢复了正常。而当老爸转过头时，发现厨房的门口父母2人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。装个傻吧，你拿手。老爸憨笑一声，说这猫真欠揍，说着话还朝着猫逃走的方向踢了空气一脚。父母这才同时露出了笑容。母亲说，你们别唱了，饭菜马上就好了，快摆好桌子和碗筷。老爸听话地放下话筒，摆好了餐桌和碗筷。那只花猫此时叫了一声，吸引了老爸的注意力。花猫顿时窜到一旁，它刚才挡着的墙上出现了3条规则。规则7：如果你发现父母总是在暗处盯着你，请放心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他们只是在寻找时机。规则8：在家里千万要注意卫生，父母都是极其爱干净的人。规则9：请尊重家里的2只猫，它们的年龄比你还要大。我已经大概明白是什么事儿了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你该吃饭吃饭，少吃粉丝，多吃肉。老爸乖乖地坐在了餐桌上，母亲不断地从厨房端出香喷喷的饭菜，每一道菜看上去都很精致，尤其是其中一道红烧猪肘，看上去肉质松软，非常可口，而另一道粉丝扇贝上粉丝竟然有些发黑。母亲见老爸看向那道菜，顿时笑着说道：快尝尝这道粉丝。黑粉也是粉呢，加一点吧。你妈那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尝尝。老爸挑起了一根，颤抖着放进自己嘴里。粉丝又酸又苦，有种令人作呕的油腻感，而且根本嚼不动。老爸需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将其咬断，但老爸依然装出享受的表情，一点一点地往嘴里送。看到这一幕，父母才都笑了起来。他们各自夹了一大坨粉丝放在自己的盘子里，开始吃了起来。只不过他们吃粉丝的举动让老爸汗毛倒竖。只见那些粉丝在父母的嘴里乱成一团，不管他们怎么吞咽，用舌头搅拌，那粉丝都是粘牙倒齿，进不去也出不来。母亲似乎脾气有些暴躁，她竟然将手伸进了嘴里，将粉丝往喉咙里送，同时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声音。而父亲在勉强吞进一些粉丝之后，则不停地弓着身子干呕了起来。见此情形，老爸默默地将粉丝吐了出来，夹起一块肉吃。你吃2口得了啊！我现在需要你干一件事来确定我最后的猜想。你找个借口说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没换鞋，地面上指定是有土，然后你扫扫地。老爸又吃了几口之后，对父母说他并不太饿，随后以地面不干净为借口说要扫
扫扫地，父母却像是没听见老爸说话一样，自顾自地嚼着粉丝。老爸悄悄地离开餐桌，拿起扫把开始扫地。只扫了一小块之后，老爸就发现了问题，地面上满是猫毛。由于毛的颜色和地面一致，所以先前并没有发觉，现在只扫了10几下就聚集了一小堆。行了，你放下扫把，说你困了，赶紧回你的房间。老爸佯装疲惫地打了个哈欠，说赶路很累，想去睡觉。不知何时，又从身后一直盯着他看的父母都点了点头。父亲还贴心地嘱咐他一定要睡个好觉哦。老爸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将房门轻轻关好。事情的真相已经很明确了，现在的时间是半夜都快12点了，这个点吃饭唱歌，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类的作息时间。父母极其爱干净是真的，父亲之前就一直在扫地嘛，屋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，但地面上的猫毛却没有被清理掉。为啥呀？因为在他俩的观念里，猫毛根本就不脏，不需要清理。而且父亲之前跟着你走进卧室，竟然一丁点的声音都没有吗？这一点别说人了啊，狗都做不到，只有猫。他在床对面学你的动作，看你这动作也是典型的猫行为。他以为啊，你跟他闹着玩呢。所以红字里的他们指的都不是你的父母，而是这2个人。而结合最后一条规则里，家里的2只猫年纪都比你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现在的年龄没有20也有18，2只猫怎么可能比你大？除非那2只猫是你真正的父母，要不然呢，那黑猫也不会想方设法的提醒你跑。而现在的父母原本应该是2只猫。至于他们是怎么篡位的啊，咱们现在还不得而知。但规则1说的和父母团聚，他们需要你，这就是你必须回家的作用，来解救你的父母。老爸说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他是不是应该抱起父母赶紧离开？杀死他们俩的方法就写在规则里呢，你跑啥呀？按照规则5，只要想办法窥探到他们的秘密，就能消灭他们俩。而秘密往往藏在夜最深的时候，所以咱们沉住气，等一会儿。老爸虽然很困，但并不敢休息，关了灯靠在房门上，等待的时间1分1秒的过去。外面的父母收拾完东西就关了灯，回到了卧室。此时的时间已经到了12点整，老爸又挺了2个小时，外面终于再次出现了动静。虽然没有脚步声，但是却能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和客厅里东西挪动的声音。到时候了，你也出去看看，不过你也别有脚步声啊，你爬出去。老爸轻轻推开房门，手脚并用地爬到了客厅。光线昏暗，但他却能隐约看到2个人形的黑影正蹲在2个猫砂盆上，似乎是在方便。庞大的身躯压得猫砂盆嘎嘎作响。老爸呼吸粗重了起来，4只蓝色反光的眼睛突然转向了老爸。随后是2声尖叫响起，2个身影狂风般冲到了打开的窗户旁，纵身跳了出去。老爸猛地起身，打开了灯，发现2只猫正蹲在餐桌上，刚才跳下去的正是刚才做饭的父母。可是老爸担心对方摔不死，毕竟这里才4楼。放心吧，如果他们还是猫的话，那指定是没问题，但现在变成人了，规则要他们死的话，谁也活不了。而且你别忘了，他俩连头发都嚼不烂。